嫦娥5号圆满完成任务，正式启程回家，而美国人却做起了白日梦。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称，在12月13号，距离月球表面230公里的月球轨道上，嫦娥5号卫星与返回器组合进行了第2次月面转移入射，4台150牛发动机成功点火。大约22分钟后，发动机正常关闭，圆满完成任务。在实时遥测数据监测判断的基础上，轨道器与返回器组合成功进入月球转移轨道。而这呢，只是嫦娥5号正式启程回家的第一步。据了解，后续携带着月球样本的嫦娥5号轨道器会和返回器组合体在月地转移过程中进行中途轨道修正，以实现轨道器和返回器的选择性分离。相信此前会有不少人好奇，为何在完成了月球样本的自动采样和封装工作之后，嫦娥5号不直接返程，而是一直在围绕着月球运动，直到现在才开始踏上回程之路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人类的航天活动还处在石器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化石燃料相对于宇宙来说是原始的。通常我们在地面上向太空发射某一质量的物体所消耗的燃料往往是其质量的几十倍，而且燃料本身也是有质量的。也就是说，如果航天器携带的燃料太多，发射压力将会大大增加，甚至不能正常起飞。因此，嫦娥5号运载的燃料量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航天局必须充分利用宇宙中各种外部条件，以确保嫦娥5号顺利返回地球，而这个时机就是月地入射窗口。为了等待这一时机，所以嫦娥5号才一直在围绕着月球运动。而且这次嫦娥5号实现了首次月转月入射，也意味着嫦娥5号的回家之旅已经开始。而美国人却做起了白日梦，想要1美元购买月壤。这一点就连美国宇航局飞行部主任菲尔都觉得诧异，并在一次媒体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总共花25001美元就能从4家公司那里买到月壤，甚至最便宜的只要1美元。我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嫦娥5号发射不久后，美国航天局就请求中国分享探月数据。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当初美国完全封锁了中国的太空，中国怎么可能向他们公开所有的探月资料？所以目前美国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的诡异。在嫦娥5号完成探月任务后，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的科学家乔纳森就公开表示，中美不可能在探月工程上有合作。俄罗斯公布关键证据，印度暗地里攻击中国长达15年，国际组织或将为中国出气，代价令其难以承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自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以来，有关中印话题的热度就一直居高不下。与中国相对克制冷静的行为相比，印度国内却频频出现大动作。从抵制中国商品到抵制中国投资、禁用中国 APP 等，印度给全世界营造了一种印度要与中国全面脱钩和对抗的印象，并且在美国等西方媒体的助攻下，好像更加坐实了中国在边境欺负印度的事实。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神奇的一幕，在世界一片的攻击声中，俄罗斯公开了一个关键证据，抨击这些对中国无端的攻击。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报道称，欧洲一个非营利组织指控印度国家新闻机构亚洲国际电视台大规模向西方散播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假消息。据悉，该新闻机构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散播假消息的媒体公司和传播网络，遍及119个国家，受众遍及世界各地数百万人。仅2019年就有265个假媒体在宣传关于巴基斯坦的负面消息。而这些动作背后的目的，就是通过宣传假消息来增加印度在中国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利益。更加令人愤恨的是，报道指出，印度的这一阴险做法已经持续了15年之久，也就是说，印度暗地里攻击中国巴基斯坦长达15年之久，这实在是难以想象。而之所以露出马脚被发现，是因为其做法过于猖狂。例如早已于2006年去世的国际人权法的索恩，却在近年来频频通过社交账号为印度发声。
随着俄罗斯媒体的这一揭露，该事件持续发酵。有分析人士预测称印度的这一恶毒或将引来国际组织的制裁，其要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或就此破灭。而在看到这一事件后，在国外舆论坛上对中国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多，这次世界纷纷替中国证明。有人表示，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中国如此害怕，这一切都始于我们从某些媒体那里听到或看到的东西。因此我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学习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我将大声疾呼支持中国。媒体的恶意宣传除了证明他们的无知外别无作用。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从这次事件也能看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而这也将会为中国在国际上带来越来越多友好的声音。全球 GPS 用户都将逃不出美国人的手掌心，这会是中国的机会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防务新闻的消息称，目前美国太空部队的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已取得了 GPS 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获得了 GPS 军用码的运行验收批准，并能对其进行使用。同时美国空军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还批准了向58个国家与地区销售 M 码。第一位用于预期的是，德国将于2021年获取这些用户装备。众所周知，导弹、火箭等装备在现代战争中无疑是相当普遍的，但要想精确打击目标，导航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战争胜利，是因为美军关闭了当地的 GPS 信号，使伊拉克军队的导弹完全失去了准头。通过这件事情，美国也更加重视 GPS， 甚至进行过一次秘密实验，在模拟各国战争中的部署情况后再切断 GPS 信号，并统计各国所受的影响。那么此次 GPS 的 M 码投入使用又意味着什么？据了解自 GPS 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全球的民用和军事领域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全世界有数十亿部可以接收 GPS 信号的手机，而全球几乎所有的飞机和船只都在使用 GPS 导航。毫不夸张地说， GPS 系统已经成为了人类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美军来说，上一代的 GPS 系统并不完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首先必须要先接收到民用的 A 码，才能通过其来捕捉到军用的 P 码。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敌人在使用 GPS， 那美国人想要关闭的话自身也要付出代价。但是现在伴随着 GPS 系统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完善，美国人将传统的 GPS 卫星信号系统升级，增加了军用 M 码信号。该信号采用数字式控制点波数天线，可转换成全球区域覆盖和重点区域覆盖的工作方式，使在重点区域工作的卫星信号功率增加到数十倍，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可以为未来美军在重点作战区域执行特殊任务提供专属导航定位支持。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军将掌握全球 GPS 用户的生杀大权，只要使用就逃不过美国人的手掌心。不过在美国宣布该消息不久后，俄罗斯通讯专家伊戈尔诺夫打破了沉默。他表示不用太过担心，至少还有中国北斗可以取代 GPS。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随着中国北斗的不断发展，相信美国 GPS 在未来势必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做出如此近乎垄断的举动，而这或许是中国的机会。中巴一场军演过后，为何印度陆军的反应惹人关注？紧急下达一命令，印度网友在中国面前啥也不是。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不久前，巴基斯坦和中国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旨在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双方的实战训练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边境局势紧张之际，
印度方面对于这场军演的反应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据印度方面的消息称，在中巴军演之后，印度陆军正考虑将部分战斗编队转为双任务编队。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国际新闻社称，考虑到冲突在持续，不需要增加任何额外的部队，可向现在的作战部队下达双重任务，以兼顾两条战线。关于进一步的战备计划，有消息人士指出，目前印度战斗编队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边境，其在西部边境部署了3个进攻军团，而在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只部署了1个山地进攻团。考虑到与中国的边境冲突持续，印度陆军将会做出一些平衡，从印度中部和西部调来大量装甲部队。某种程度上说，印度陆军下达命令做好双线作战准备，是对中巴军事演习的回应。一场小小的军演就令印度如此紧张害怕吗？我们知道，虽然印度的军事实力在南亚是数1数2的，在纸面数据上也是远远超过巴基斯坦，但是奇怪的是，在实战中，印度这一优势并没有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例如，在今年2月份发生的印巴空战中，就以巴基斯坦的胜利告终。可以看出，仅仅是一个军事实力远远不如印度的巴基斯坦，就让印度吃尽苦头，更何况是又要面对双线作战的压力，对抗强大的中国军队呢？更为致命的是，在高原边境长期对峙中，部队的后勤补给能力更是尤为重要。据外媒数据统计显示，印度目前部署在边境高原的兵力至少有20多万。如此大的物资消耗，对于印度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久前，曾有新闻报道称，印度边境士兵连正常巡逻都十分困难，就连印度国内民众对此也并不看好。有人表示，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归功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不像印度，在许多方面两极分化。印度永远追不上中国，印度军队是懦夫、废物，在中国军队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可见，印度与其在边境硬撑，不如好好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矛盾。